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道指呢这轮行情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它的下跌过程是跌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并且呢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有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合、唐僧阴线。那么唐僧阴线走出来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啊，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啊，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反弹，那么反弹过后会继续维持它的趋势和震荡。那么这里面走出来的一根阳线，就是日线级别3月16日的这根阳线，就非常之重要。那么有了这根阳线，我们可以理解为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就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反弹和反转的行情。但是目前啊出现了一个干扰性的 K 线，也就是本周五啊出现了这根阴线，但是这根阴线实体部分没有完全跌破啊这个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啊，因此呢，对于当前的行情还有一定的反弹预期和反弹的希望。那么这轮行情呢，我们看到啊，比特币已经完全背离于美股啊，就是美股是在下跌的啊，但是比特币不断创出新高，不断出现反弹，并且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啊，它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啊，在这个近焦点发生跌破之后，在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撑。支撑反弹过程当中构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啊，它要做一个小日线级别的调整。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位置上啊，它会最终走出一个回落到$26,500的小日线级别的调整。调整过后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啊打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啊，本轮的反弹行情正在走一个八戒阳线的势力范围。首先呢，第一根阳线是1月9日的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目前正在走八戒阳线。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有可能面对的是周线级别的上涨可能会重新站上周线级别的144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位呢是在$31,000如果趋势继续的话，最终能够走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目标点位提升到$32,000附近会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那么就会回补$69,000比特币历史高点下跌过来之后它是一个大概77%的下跌回补这样的一个77%下跌之后形成的一个周线级别的缺口这轮行情我认为它是一轮反弹最终的大底呢还是需要2次确认之后那么比特币4年一个牛熊轮回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震荡为主打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唐僧位之后，还要回踩下来大底反复确认之后，才会正式开启每4年一轮的超级大牛市这是比特币历史上的一些规律。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目前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上。这条支撑线呢，是由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呢时间持续长达2年所以呢这个位置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这个0.064附近还是容易出现一定机会的反弹的。如果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反弹，那么意味着以太坊将会走一个加速上涨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行情以太坊已经突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箱体上边线的这个位置并且呢在突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是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的就是大概是在$1,700附近这里有一个1次波峰、2次波峰、3次波峰、4次波峰，最终呢完成了一个突破。那么突破之后出现了新高，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上，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悟空阳线标志性的阳线突出于行情的标志性的阳线，我们管它叫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组，那么走到这里出现新高之后，下周可能会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目标点位呢是在$2,200。当然了，这里的行情要伴随的是美股不出现新低、震荡或者反弹的行情下，那么以太坊和比特币才容易不断创出新高。
那么这轮行情启动的标志性的肯定是 BNB。那除了 BNB 之外，我认为 Musk 也是这轮行情的一个发动机因为它是推特板块不要小看推特板块，推特板块的重要标的物就是 Musk。那么我们可以看到，Musk 启动时间非常早在22年10月就提前于比特币和以太坊做出了上拉动作。上拉的过程当中形成了日线级别上涨细优，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完成之后回踩，然后反复对缺口多头拉升形成的缺口不断的做回补，最终呢不断的震荡，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收敛三角形。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已经对这个收敛三角形通过回补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做出了突破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来看这轮行情。我们可以看到Musk 出现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之后，目前正在走8阶阳线，那么上方呢就可能会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细优唐僧阳线走出来之后，目标点位16美金。那么这轮强势上涨行情跟随比特币并且涨幅是比特币数倍的，那一定是香港板块的龙头币种 CFX。那么它的这轮行情走势非常有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完成之后，2轮日线级别下跌细优做调整，调整幅度非常巨大，几乎达到了60%。60%的下跌之后重新启动行情行情重新发动起来。那么可以看到第一根阳线312的这根阳线不算，因为它依然在下跌趋势当中。我们认为悟空阳线呢是在313的这根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走8阶阳线组来回震荡之后，当前呢正在走沙僧阳线组。那么沙僧阳线组后面的行情，我认为会有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第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前面这里是第1轮，这里是第2轮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完成之后，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那么这里面就有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8阶阳线。那么目前走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周线级别唐僧阳线走完之后，目标点位呢是在0.7美金附近因此呢它涨速快幅度大所以呢目标点位也给的多一些毕竟呢是香港板块龙头币种受资金关照特别强也是在币安热币之内热币之内。因此呢，要重点关注CFX， 如果出现大的回调，就是补仓的机会。那么表现差的币种有的人不喜欢追涨杀跌他喜欢就是埋伏，对吧？我认为 FIL 目前是一个埋伏的机会因为你看很多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很多主流币、山寨币都在启动，但是 FIL 完全没动这里我认为它会出现一个补涨行情。特别是目前它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这个位置上你看它拉了一个上涨之后，然后迅速下跌，通过下跌回补上涨形成的筹码空缺，然后再反弹上来跌下去，反复震荡之后那这个区间呢是它酝酿行情的一个区间毕竟呢 FIL 持有的人散户比较多所以车重因此呢在调整过后它会厚积薄发我认为它是有一个后发制人的币种所以呢想做埋伏的可以考虑 FIL 代币。那么还有可能出现后发制人的就是 LTC 大师这些有减产预期的币种前面出现过一轮行情，几乎是一个翻倍的行情。翻倍行情之后呢，我们看到 LTC 已经落后于比特币它的这种落后呢，我们看到几乎是20%以上的落后因此呢，对 LTC 在这个74美金作为止损位74美金是它的一个169均线，在74美金作为止损策略的同时可以入场一个仓位。那昨天晚间币安涨幅榜的 GOE 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因为它和最近非常火的空头币种 ARB 有关联那 GOE 呢，它属于 DYDX 系列的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那么在这个交易所上很快会上线 ARB 和 ARB 有一定的交互所以呢昨天经历了一轮暴涨，它的一个上涨的时间级别呢，我认为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优。那么这轮4小时级别上涨细优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调整到日线之后，这根阳线呢就可以当做一个悟空阳线。
那有了悟空阳线作为启动信号之后啊，上方空间可能就会被打开。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一般都做什么呢？一般老的说法都是量价齐升嘛。那在这里呢，我们观察到啊，GOE 出现了一个爆量。因此呢，对它进行关注之后啊，可能会走出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形啊，可能会有一个翻倍的行情啊。毕竟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底部酝酿很久，和其他主流或者山寨币相比，它是算是刚刚启动，在日线级别上啊，刚刚站稳144均线、169均线啊。因此呢，对于这个涨幅榜第一的啊，昨天涨幅榜第一的啊 GOE 啊，可以做一个关注啊，并且呢，可以有一个仓位。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吸收战法。感谢大家，再见。